东南亚市场呢，接下来是不是25年其实应该要非常关注？我觉得肯定是大家要知道，东南亚算是它人口相对年轻，它是有一个很 healthy 很 young 的一个 workforce， 它就是有成长的空间。马来西亚永远很多人觉得这个国家很好住，经商也不错的环境，但是一提到政治，他们就非常反感。马来西亚其实要设立一个生意是很简单，但是当你真的是要跟政府对接交界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它有一定的上的挑战了。很多人说马来西亚是 China's Plus One， 但是另外一个看法是特朗普上位还是 China Plus One 吗？特朗普上位就是连马来西亚也是被关注国之一。所以最近他已经增加了那个 tariff for solar panels， 对不对？或许我可能现在认为这样的东西，它几个月过后会有变化，而且特朗普是变化无穷的这一个超级总统啊，所以才叫疯人嘛。对啊。嗨，你好，我是丽珍。你现在所收听也收看的是由 BFN 财经所制作的理财好好学。今天呢，我们要聊一聊2025年的全球投资与展望。2024年呢，对我来说本来是一个不错的投资年啊，但日本就突然宣布升息啊，然后引发全球的股市都在下跌。随后呢，星期一，也就是黑色星期一的冲击啊，以及全球瞩目的美国总统大选，就让这个本来上半年风平浪静的瞬间就被打破了。然后下半年好像是风波不断，股市呢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震荡。随着这个2024年呢接近就要尾声了，韩国呢那边又爆出了一个短命的一个戒严事件，这样子啊，不仅让人好奇，接下来我们还会发生什么大事件呢？所以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是不得不思考一下2025年我们的整个投资我们要如何布局，然后面对经济增长是否会缓慢啊，通胀压力啊，利率的那个政策变动，还有我们的政治因素这样子，那我们到底要如何去布局呢？美股、中概股、日股、欧股或者新兴市场是否还会继续有这个上涨的空间，还是迎来这个新的挑战？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Tradeview Capital 总执行长兼董事经理黄祖汉来和我们分析2025年呢全球投资的前景与展望。我们欢迎汉。嗨，Jenny，谢谢你了。汉想问一下，对于2024年啊，你觉得它是一个算是蛮好的投资年份，还是其实它是一个让你的投资满江红的一个年份这样子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就要看你问的对象是谁呢？假如说基金经理呢，近年来其实马股整体上从1400点到今天1600点以上，整整上了差不多200点，所以这一种涨幅是在过去5年你见不到的。当然很多人说马来西亚是跌了很多年，是由低 lower base 这样子反弹上来，但无论如何，整体上我们的这一个市值都超过了2个 trillion。对我们的马股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再加上 IPO 呢，大概超出预期的42家公司上市，已经整体上有45家公司上市。假如你看这个评估东南亚市场，我们是排第一。in terms of 我们的这个股市的表现，还有 IPO 的市场，所以不能说马来西亚其实股市不好，反而相对说基金经理都认为今年是蛮丰盛的一年。但是假如你问小型投资者或者散户们呢，他们肯定有另外一个看法，特别是假如他们投资很多那些中小型股，今年下半年了之后，中小型股其实很多的股价大跌，有些甚至暴跌。当然有些是没有基本面的，有些是因为一些炒作的关系而变成了仙股，但整体上我觉得2024年是相对不错的一年。那我们来看一看2025年啊，就是总统大选也过了嘛，这样子，美国的科技基本上迎来了33%的全年的回抽啊。你觉得这个33%会不会突然间在2025年就大幅的回调？因为大家都可能要 profit taking 这样子的部分，这样子。我觉得 Jenny 讲得很对。其实2025年，假如你说美股，我的看法是美股本身其实应该有少许已经是让人非常担忧的。毕竟，假如你看整体上，自从特朗普总统大选大胜了之后，很多资金从新兴市场回流到这一个美国，然后甚至说整个美国的市场现在处于那一种非常过热的状态，不管你买什么是上什么，特别是在科技股的板块。
当然还有你的这个比特币也是一样。我觉得任何人假如在去年或者前年都有投资美国股市，现在你应该是看到你的那个回酬应该是非常好，也非常乐观。所以我是建议，假如那些在美国投资的，可以不妨考虑一下，就是说套利或者逐步套现。毕竟你看我们的那个股神巴菲特，不断的在那个增加那个持现金的那一个份额。所以它相对的是一个指标，让大家知道他觉得整个市场有一点过热，所以我对于美国股市还是比较谨慎。那么中国呢？每次谈到美国，我们就谈中国嘛。然后中国也应该从2021年就是一直都在就是很不好吧，我可以用这个字眼来去形容。可是我们也看到中国最近就是他们的政府有一直在 push economy 这样子，然后推行一些政策，希望它能够强调它的内需跟科技这个自主方面啦。所以你觉得这个扶持的动作会不会让中概股起死回生，然后是美股那边就大幅回调，然后中概股又开始是欣欣向荣这样子的情况呢？我觉得这个要从2方面去看。先从第一个方面，就是说在过去几年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的股市是一直在缓缓的下跌。然后很多基金经理只要有投资中国香港的那一个市场的话，他们的portfolio 的表现都不会太好。其实我可以这样子说吧，即便他们数据说 GDP 有差不多4到5%，整体上我的看法是中国已经进入了大萧条的一个状态，在过去的3年都是这样子。然后假如你看它那一个失业率，特别是 youth unemployment， 其实它 figure 高达20%，就是每10个毕业生里面2个找不到工作，其实蛮严重一下。但是我们就是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如何去部署当那个市场在下滑。太早的话你就被套住在那边，太迟的话你就失去机会它的反弹。所以今年你看到有2波很大幅度的那个突然暴涨，一个是大概9月左右，一个是最近11月尾12月头。其实中国政府已经知道而意识到股市的表现实在是让很多散户人民都，甚至说国际的投资者都很担心中国会变成 uninvestable。但是事实上其实是这样子吗？假如你看他们所有的本益比估值、现金流，甚至说它的 balance sheet， 很多公司其实现在处于很健康，甚至说很便宜的一个 undervalue 的一个状态。我个人觉得是时候可以开始部署。我觉得中国市场已经见底了，我敢在你的节目上讲，就真的是我有信心是说它见底。至于几时反弹，这个我就没有办法去预估。但是我觉得假如你要开始部署，逐步买一些蓝筹或者很好的中国香港股市的这些名字的话，其实你的上升空间，假如你拉长2到3年左右的话，还是有很好的上升空间。这我就联想到当初马来西亚就是2015年 YMDB 之后，我们其实也是就是在很低的水准，然后一直到去年，应该是正确来讲是前年尾开始，我们才开始看到马股的这个起色。所以同样的中概股可能也会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最主要是因为便宜嘛，low value 这样子。那我们来到日本哦，日本很多人都开始在说日本这个市场值得投资，因为他们的政策也开始正常化啊。可是最近有很多破产事件哦，包括我们最熟悉的日产，好像也可能步入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你觉得这个日本的股市方面，是不是我们也应该要去注意的呢？我觉得现在有点迟了，因为假如说日本的股市它已经回到1990多年泡沫破灭之前的水平了。然后当然谁带动这整个趋势，我觉得巴菲特有很大的贡献了。他就买了那5家收购手下，所以他买了这5家的时候，它的价值非常严重的被低估，而且它是具有非常好的资产还有现金流。所以当他开始买的时候，我没有记错，应该是2020年、2021年那一个时候。然后过后你就看到接下来很多资金都回到选择这个东亚市场，没有了中国，他们选哪里就选日本。所以日本整体上股市在过去2年表现得非常好。然后至于你问我现在适不适合入场，我反而觉得不太适合了。因为它已经过去了已经过了。当然它还有上升的空间，但它没有像几年前那么便宜。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刚刚你说的很对，就是他们现在要慢慢升息，
就是 normalize 正常化他们那个这个金融政策。所以从这个方面你去看的话，它就不是像之前是成为全世界廉价资本的输出国，它慢慢会提升，但不会到像美国这么严峻了。但是另外一个我比较担忧的是，他们最近换了那个领导人，也算是在过去5年换了3个，有一点像泰国，有一点像马来西亚过去这样子，有一点政治不稳定的状态，也一向来不是日本的特征，他们相对是给人那种感觉是非常安全、非常稳，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日本股市还不会是我最关注的。那我们来谈一谈，就是刚才有讲到中国，大家不要的话就去找日本。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市场啊，就是印度市场，对不对？那你觉得印度市场呢？就是下半年的话，印度市场好像也开始在缓落了。这一个今年的表现最佳的亚洲股市3个就是印度了，另外一个是台湾，然后就是马来西亚，还有当然是新加坡。所以这整体上很多资金现在因为选择了回避中国，就去了这个印度。连Temasek 一直以来都是在这个中国是最大的外资投资者之一，都选择了开始砍仓，然后转向印度。当然，我个人不认为这个政策是最明智的选择，但是那个是他们自己选择的投资策略。我为什么拿这个例子跟大家说呢？就是说，看现在很多人就一直在说，印度有这个中国多年来的人口红利，所以当他有了这个人口红利的时候，他就变成了大家瞩目的一个市场。但是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反馈的就是说，印度市场不是这么简单。因为首先就是说，它是一个曾经是英国殖民地，遗传了这个英国的法律制度，然后每一个州属，它在那个法律制度上有自己的一种自己相对自己州的那个制度，所以它在对外资投资者虽然很欢迎，也做了很多举措来改善，但是它的州的发展全部不一样。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印度很大的问题是它有这个阶级概念还是仍然存在。我个人的看法是，任何经济体，假如它要往上爬，它一定要有这个东西叫做 social mobility，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背景，你都有办法能在那个社会上往上爬。但是只要一个经济制度还有一种封建的那一种阶级观念的话，它永远就会处于一个贫富悬殊很严重的一个状态，所以它长远不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一个经济投资的一个地方，但是短期它还是有它的那一个资金流的吸引力。那你看有谈到嘛，就是除了就是日本还有我们的印度，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东南亚嘛，就是因为 China's Plus One 的这个 concept 就让很多人开始意识到东南亚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包括我们为什么马股会涨得那么好，也就是因为这个 China's Plus One。那东南亚市场呢，接下来是不是2025年其实应该要非常关注的一个区域这样子？我觉得肯定是因为有几个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当然就是ASEAN 2025嘛，对不对？然后马来西亚也是这一个ASEAN 2025的主席。大家要知道，东南亚算是很多健康的这个成长，在于它的那个 population， 它人口相对年轻，不是大幅度老龄化，除了当然新加坡以外了，所以它是有一个很 healthy 很 young 的一个 workforce。当它的 population 的 workforce是属于健康的话，它就是有成长的空间啊。当然我们都知道东南亚是有很多个国家组成，所以这个经济 block economic block 它是否能成功，或者跟欧洲啊跟其他那些 economic block 竞争呢，很大的因素又是在这几个国家之间的配合。当年ASEAN很火红，就是因为有马来西亚的马哈迪，然后有这个李光耀，新加坡李光耀，还有这个印尼的这个苏哈多，所以他们全部一起的时候就3个 strong man， 所以代表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很大。所以我是看好东南亚这个趋势，我甚至觉得很多国家在东南亚都可以考虑，比如说泰国这几年都是一直在处于下滑的这个市场，但是它到了一个水平，我觉得它已经差不多 bottom 了。当然它政治一定要稳定了，然后它就有回调的一个空间。另外一个就是印尼除了人口以外，它本身的那个经济其实 GDP 是整个东南亚最大，
然后它也有办法吸引到很多外资去选择东南亚的时候选择印尼。但印尼唯一一个最大的弱点是它的外汇，它外汇波动比较大，所以你做任何投资一定要关注它的外汇，要不然你赚的钱全部都因为外汇而赔进去。所以整体上我是非常 positive 东南亚2025年的展望。那如果啦，就是东南亚展望那么好嘛，会不会又变成另外一种局势，就是成为了马来西亚的劲敌这样子，然后马股可能又会因为这样子又开始有点缓慢的上涨这样子呢？一定会，毕竟这些国家虽然是它一个 economic bloc， 但是国与国之间还是有他们自己的竞争，不管是跟泰国、越南、印尼、菲律宾，但是马来西亚有它自己的我说得天独厚的优势了。假如我们从马来西亚这个观点去看，我们的天然资源、我们的地理位置、我们的人口相对土地的这个我们叫做 population against land density， 其实是在这整个区域最低的。所以资源上人口对资源的一个匹配的话，其实我们马来西亚的 ratio 是非常健康的。当然最糟糕是新加坡啦。资源也不足，人口又多，地方又小，但是这一些因素是马来西亚天然的优势，但有天然优势你也要去发展，所以就来到政府和政策。假如政府稳定，政策可以有序、可持续性的去执行的话，我们马来西亚的前景是非常非常好。当然，我是比较担心的，就是说从政策上。首相拟定了这些政策，公务员是否去执行跟落实，然后能否跟我们这些企业之间有那种互动跟配合，那又是另外一个考量点。马来西亚永远很多人觉得这个国家很好住，经商也不错的环境，但是一提到政治，他们就非常反感。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我觉得马来西亚需要加强。加强的意思是说，不管政府是谁来管。只要制度在，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而不是像过去5年这样子的话，马来西亚前景也还是不错的。汉凯就提到马来西亚要很关注的就是政策嘛，这样你觉得目前为止啦，安华带领的官僚啊，你觉得那些政策其实够清楚吗？然后够简化吗？有没有帮助到马来西亚的接下来的经济发展？会不会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向来马来西亚呢？从我整体上看了，老实说，从政策方面和政策的输出口径其实做得很不错。我们有新工业大蓝图啊，新能源转移的大蓝图啊，我们又有这一个利用我们的这个 GLIC， 我们叫做这个政府关联企业投资公司 GLIC 的这个 Gear Up Program 会来刺激本地经济，这些政策全部都非常好，输出口径也很好，给予的 message 就是说马来西亚是 open for business， 所以整体上我是觉得很不错。但是至于它是否在执行方面上有到它输出的那种水准，我觉得还是有待而知吧。另外，为什么就是说，当首相很勤劳，然后官员们、官僚们都很勤奋的时候，你的公务员体制这么多年遗传下来的那种工作效率没有提升跟上步伐的话，会是造成很大的一个就是说 productivity 的压力。我永远都是说这一句，就是马来西亚其实要设立一个生意是很简单，但是当你真的是要跟政府那边有对接交界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它有一定的挑战啊，不是每一个外资或者外国人都是像Tesla 有那种红地毯的那种欢迎式的那种，或者 Microsoft 或者 Amazon， 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子，对吧？很多都是要走很多弯路，才最后可以在马来西亚成功设立，然后再发展。当然，这一个是每一个国家都遇到的问题，发展中国家都遇到的问题。但是马来西亚要走出这一个框架，要走向这个发展国，高收入国，这个就是一定要解决的瓶颈。繁荣缛节也是一个 issue 了。当然，我有看到有进步，但是还是没有想象中这么快了。在你节目上我也敢反馈的，就是说我们有一些部长，还是缺乏经验，在他们都是第一任部长或者第二次做部长，或者副部长升去做正部长，他们没有那一种多年来经营一个国家、管理一个国家的那种思路跟概念。有些这些还是一生人都是曾经只是政治人物，甚至没有打过工，也没有在一个专业的一个体系上工作。当他们想要推动某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们也没有
那一个团队或者相对好的智囊团去配合他们。我觉得这个就是新的政府面对的挑战。所以这里我想要趁机会就是说，假如真的想把马来西亚提升的话，要多一点我们叫做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一起合作。你不会的东西让私人界来配合你，你会的东西的话，我们来配合你，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才可以前进。假如永远都是处于 government know best， 政府懂到完的那一种姿态的话，我觉得不太好。那对于马来西亚接下来2025年其实我们要关注哪一个板块这样子呢？是不是新能源还是就是 digital economy 这个板块这样子？我觉得刚刚你说的那两个肯定是在投资方面永远要看整个政府框架的大政策下去推动。其实今年整体上，假如你看，虽然我们说data center AI 都很 hot 啦，打个比喻，这个主题其实它带动了另外一波的领域，就是房地产。房地产低迷了10年，10年，足足10年。当然它不是因为突然大家都在买房，大家都在开厂，并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而是比较多的是他们把他们的土地储备开始托售给这些投资者，通过这样子有了这一个喘息或者这个 cash flow 的这个空间，然后股票就有了这个回调。所以我说这些都是在于大政策推动的趋势下，某一些领域受惠。所以2025年也是有这一种 thematic 投资。所以房地产还是也可以再继续注意。我是不会太过注意这个领域，因为它已经上了很多，它上了差不多3到4倍了。假如说那种大型的那种房地产股票，但是我意思说，你一定要在注意 thematic play， 是因为它永远都会有它的那一区的 catalyst 去推动它的股票的上升。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的是，在大家甚至说在媒体，甚至说在财经讲之前，你们就要开始关注，会更好。为什么？当我们上到节目的时候，或许我们已经部署了，提早部署。所以你怎样有这一种能力，身为散户去部署这一些股票或者领域呢？首先你就要有自己的一个看法。我打个比喻很简单，就是说很多人说马来西亚是 China's Plus One，对不对？但是另外一个看法是，特朗普上位还是 China Plus One 吗？特朗普上位就是连马来西亚也是被关注国之一，跟越南、跟印尼还有泰国。所以最近他已经增加了那个 tariff for solar panels， 对不对？虽然我说新能源是一个很不错的领域，但新能源，假如你说新能源生产商在马来西亚，这样可能就不是受惠的那一个，对吧？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你们要用自己的判断的思路去做你自己的决定，因为或许我可能现在认为这样的东西，它几个月过后会有变化，而且特朗普是变化无穷的这一个超级总统所以才叫疯了嘛。对啊，就你看回他上一届2016年做总统的时候，很多东西就是嘴巴上讲、口头上讲，就影响波动全世界。这就是美国总统的这个威力。所以马来西亚不妨也是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的建议给散户就是说，采取比较 defensive 的 strategy for Q1、Q2 2025年，就是说走防御性的股。选择防御性的股，意思说可能是高股息的，或者某一些你觉得它的 earnings 是有recurring 的，不要走太多的 thematic play， 因为这个 team 随时因为美国总统随便讲一句话就会有所改变当然我知道，打个比喻，现在大家都在说手套股又回来了，因为美国总统之前拜登就对这个中国增加了这个关税。所以现在所有的这个 stocking up 还有这些 order flow 都回来到马来西亚，对。但是你要从另外一个地方考量，就是说，虽然这个是很好的反弹的机会给手套股，但是你要知道，欧洲没有加关税给中国，中国还是可以去欧洲抢马来西亚出口的市场。所以当你有回了美国市场，你失去了欧洲市场，那 net effect可能还是会有一个影响的。所以打个比喻，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思路去想一想，比较客观的去看某一些东西，不要只是因为媒体上某一个时候报道的某一样东西，你去选择做这一个投资。所以有时候我们做投资真的是我们要多看多听，然后让自己有一些比较中立，这样你做的那个决定才会是比较适合投资的整个布局这样子啦。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有提到就是新能源这样子，有可能而且拜登他不大就是支持新能源这个板块这样子然后马来西亚也在大推新能源嘛，你觉得会不会有影响呢？
我觉得新能源这个部分在马来西亚还是有很好的前景，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假如你看本地，当然就是有数据中心消耗很多电力的这一个需求，当然也有另外一个因素是，除了马来西亚有足够的电源，你看其他东南亚国家很多都是不时会停电的。我就打个比喻，越南是很好的例子，印尼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泰国还相对好一点点啦，但是也是一样，所以。新兴市场、新兴国家在发展中的时候，他们在基础建设上还是欠缺的一点，它不是像发达国家。我们电费在这个区域当然是，假如你比发达国家还相对好啦，但相对便宜，所以在这个领域上，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发展的这个前景。但是否是在某一个新能源呢？我打个比喻，是否是太阳能呢？还是 biomass 呢？还是 hydro 呢？水电发力呢？所以很多考量。但你投资很多时候一新能源，他们就去买。可是每一个新能源公司，我至少我本身注意到的，在上市公司，大家去选择投都是那4家太阳能公司。来去就是说太阳能就是新能源，的确它是新能源的其中一个。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Tenaga 也是会是在新能源受惠的一个蓝筹股嘛？为何不考虑那一个？大家就全部考虑太阳能。假如你们全部部署太阳能的话，你今年看你的回抽的话，今年太阳能的股的回抽不太好，4家里面2家不错，2家不太好了，对不对？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说要考虑全面，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不要只是单凭就是说新能源就太阳能，还有 biomass， 还有水力，这些都是很不错的领域可以去拓展或者去看的。他这边想要给哪一些 tips 哦，像你刚才有谈的东西，就是新能源啊，这些 biomass 啊，可能大家也不是很懂，因为可能一直拿到的讯息就是太阳能这一个板块这样子嘛。像其实 biomass 有什么公司可能我们可以注意这样子的呢？ OK， 我们上市公司有一个太阳能公司，它也有做 biomass 啦，就是 Sam Hayden，所以这个是一个女领导，所以那个相对有 exposure to biomass industry 也是，所以那个是其中一个很不错的领域。另外一个当然，假如说从新能源的话，我很喜欢 MegaFirst， 因为它是有这个电力水坝的电力在这个老挝。然后它又增加了它的那一个水坝的那个capacity， 就是说它有了一个新的 turbine 来 generate， 然后它是非常稳，现金流每一年大概5个亿进账了，所以是非常稳，非常经营管理团队也非常专业，这些也是很不错的一个新能源股，但它不是会是你们常常在报章上读到的，对不对？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相对不错，但是业绩还没有进来，就是 NGGB 了，它也是相对在这个新能源方面也是有做一些业务的拓展。还有看有提到的就是 TMB 嘛，虽然 TMB 现在真的是蛮贵的，上了蛮多。对啊，上了很多。然后好像就是 5G 方面呢，接下来会不会也是还是这个板块，还是其实已经过了，因为 5G 已经讲完了。我觉得电讯是Trade Capital 是唯一一个没有动的领域。自从我们公司设立到现在差不多将近3年了，很奇妙的就是我们没有动这个电讯股。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啊？它是算是蓝筹啊，它又给 dividend 啊？这个问题是在于 data。In fact，当年很多这些电讯股很赚钱，就是因为它每 SMS charge 你一个20 cent 啊，打个电话 charge 你一个10 cent 1块钱啊什么的这样子。但是自从有了data 以外，你们还有用 SMS 吗？你们还有用这一个普通的电话嘛？你都用 WhatsApp call 还是什么的？所以它就变成 a price war on data。所以其实你问我电讯股现在处于整个世界，不只是马来西亚，它是处于一个 circular downtrend。因为每个人 race to the bottom 嘛，我给你一个 5G data package， 越便宜越好，我丢你又丢，然后政府又逼你丢，所以它的盈利没有办法起来。所以你看到其实现在发生这个事情是 consolidation，所以你看 Celcom 跟 DG merge 了，Axiata 最近也有新闻跟印尼的那个 U merge 了，然后假如你说香港的李嘉诚的旗下的这个Tree 还有 Vodafone 也在跟另外一个欧洲的国家在谈着merging， 所以这整个领域都是处于下坡式的，但并不代表这个领域没有机会反弹，总有一天它会找出一个新的出路。But until then，我是会回避的一个领域。如果在全球，应该还是继续充满着挑战吧，因为很多uncertainty这样子。投资者其实应该要去如何布局，然后他的资产分配又是要讲呢？很多时候我们会讲，可能是你的股市要多少啊，然后你可能债券多少啊，或者是你可能你的国家领域啊，你会讲做一个建议给那些听众朋友呢？ OK，我是这样子看吧。
假如你是真的是非常熟悉全世界股市的人，就是说你本来都有经验呢，也不是都有在做投资，你可以做直接的投资，就是说你直接觉得哪一个市场好，你开始选择那一个市场，然后选择那个领域，然后选择那个股票，对吧？你可以这样子开始去慢慢做，然后每一个市场你觉得不错的，你可能特别是相对本地 versus 外资，你可能有一个70-30的一个平衡。但假如你不熟悉，什么都不懂，只是每一天就看 CNBC 啊，或者看一些国际新闻的时候，也是迟了一天再看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反而买它的 index fund， 那个是会比较安全，就好像是买一个 SP500， 假如你觉得美国股市会上，要不然你就买这一个 Crane ETF， 假如你是觉得它是科技股，中国科技股有反弹的那个Internet stocks 有反弹的空间，这样会比较好的一个部署。因为毕竟你选择一个股票一个市场去投资的时候，你一定要花心思，每一个季度去研究你是否有这样的时间跟能耐，这两个是一个考量点。你看我们 fund managers 偶尔为了简单，我可能就是说我短期内不看好整个中国，但是我看好某一些领域，我可能会选择那一个领域的 ETF 去买，打个比喻啊，所以连基金经理都会有这一种走捷径这种方式，对吧？一种策略，更何况是散户，对不对？所以另外一个我想说的就是说，假如你刚刚才学会投资，你直接就跳去美国，我觉得你很大胆。为什么说？因为你去选择了你最不熟悉、远离你最长的一个市场去做这个投资的决定，有一点点的成分是，当然，假如市场是牛市，你就是一个英雄 Happy 咯，但假如是一下子回调的话，你到底还是英雄吗？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大家不太了解了。我觉得到最后，不管你做什么投资，你要选择你熟悉的市场、熟悉的领域、熟悉的公司。给你一个 example 吧，就我曾经遇到过这一个投资者，他一生人投资只是5到6个公司以外，这5到6个公司他投资是因为他认识到那个管理层，他也知道他们很老实，他也知道那个公司逐步会一直每一年都会增加那个派息率，他就这样子，就这5、6家，到最后他是一个就是说年收入的那个dividend 都有差不多6位数。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投资者，因为他只投资他自己熟悉，甚至说有信心去长期持有，他也不管波动大波动小，他也没有被影响到。我觉得散户应该采取这样的一个投资心态为一个起点，然后过后才去选择做一些 momentum trading 或者 thematic play 的那一个投资的策略。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大家都会听，哎，这个股很好啊，好像可能最近 Tesla 又起了啊，然后大家就拼命的去买，可是可能对 Tesla 的整个公司运作，包括它的现金流，什么都不了解。这个成分很多都是投机成分这样子啊，是真的是不了解的话就不要动了，然后就动自己熟悉的。其实我们马来西亚也有很多熟悉的啊，比方讲我们每次去的 Maybank 啊、CMB 啊，这些你都可以去慢慢的，因为它也是有给那个利息这样子啊，就真的是做自己熟悉的啊，这个是让你去减低你的风险的一种啊。那我想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汉，如果真的是新手啦，真的是想要开始投资股票，那我第一个要怎么去看他们的财报？可不可以一个很快速然后简单的告诉，可以什么地方可能是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些财报的数字这样子呢？明白。其实这个问题我也常很多人问我啦，因为他们可能就觉得和你讲的很容易，因为你是基金经理。但我想跟大家说，其实我也没有修过，我自己本身不是修 finance 的，对，我有一个 economics 的module，我其实是一个律师的背景，然后今天我是一个基金经理，就是说通过很多自学的方式，所以我怎样自学呢？就是很复杂的东西简单化而已，就这么简单。就首先我看的就是管理层。假如我看了这个管理层，我是否有信心，这是最重要的指标，其他的那些财务指标还是其次了。假如我觉得这管理层是老实，然后靠谱，不是那一种炒作的话，我就会OK 有了一个 tick 可以投资了。所以接下来我就看什么？我就看他的那个现金流 ，cash flow 很重要。我天天讲现金流像什么？就像你身上流上的血，你血一停止流，你的心脏也停止 beat 了，就这么简单。所以现金流是第二个我考量点。第三个当然是我们的我们叫 net cash 还是 net debt 啦，债务过高的公司我基本上不动，很简单的公司就是每赚打个比喻20%，可能10%就会一半啦，都是用来还债的，所以你每一年的盈利增长其实幅度很少。当然有些人说健康的债务它拿举债来成长，对，有多少个能够
举债来成长，然后找到新的那一种收入来源很少很少，所以他一定要稳稳这样子上。一般上我会很注重他的 balance sheet， 就是 net debt 还是 net cash。Operating cash flow 刚刚我说了，然后 management， 然后我也会新手我会要你注意一下，就是说股息率。当然有些人说股息率不重要，当然牛市的时候什么都不重要，只是股票上的但是股息率是在当股市回调还有是熊市的时候，它其实就产生最大的效应，它的防御性就出来了。因为那一年你可以在你股票上完全没有那波动，或者甚至跌，但是你还是可以拿到你一个6%的回抽，那就是股息率最吸引人的地方。Good times or bad times you get your yield，right？所以那这几点都是我会考量为就是说适合新手去开始看的这几个指标，其他的你就不用管太多，就这几个从这里下手开始。好，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 Tribute Capital 总执行长兼董事经理祖翰来到我们的理财好好学。我希望刚才他的分享呢，能够让你有开始大概了解，如果我们要选股要怎么去选这样子啦。正在收看 YouTube 的朋友，欢迎订阅、按赞、开启你的小铃铛，第一时间就能观看到我们财经的最新影片。我们下期再见。